各位老铁，你们好。我本来以为这阵子各大平台会消停一会儿，不再拿订单量出来秀肌肉了，毕竟上个礼拜都静悄悄的。可谁能想到，就在前2天，淘宝闪购和饿了么又扔出来一个重磅消息，说是连续2个周末，每天的订单都冲破了9000万大关。我的天，9000万单是什么概念？这距离淘宝闪购这个新兵蛋子正式上线，满打满算也就80多天，而且人家还特地强调了，这个数字是实打实的，不包括那些零元单和自己去店里拿的订单，这背后的含金量，大家可以细品，这下可好玩了。我这心里就琢磨着，美团那边是不是也该坐不住了？毕竟这高手过招，你来我往的，戏才更好看嘛。咱们今天就来好好盘一盘，淘宝闪购这匹黑马到底是怎么跑起来的？它的成长轨迹简直就像一部热血沸腾的电影。最开始5月初的时候，它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踉踉跄跄的跑出了第一个1000万单。那时候很多人可能还觉得，不就是淘宝多了个外卖入口吗？但你仔细看，当时就有39个城市的外卖订单量破了历史记录，上千个品牌的生意被点燃了。这就像往一池平静的水里扔进了一块巨石，涟漪瞬间扩散开来。它不只是一个数字，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城市消费的一扇新大门，让大家发现，原来除了点个饭，还能在淘宝上这么快的买到这么多东西。紧接着才过了20多天，这个数字就猛地窜到了4000万。这时候更有意思的变化发生了，在这些订单里，超过3/4都不是餐饮，而是各种生活用品。这就好比一个原本只卖盒饭的快餐店，突然之间货架上摆满了水果、零食、洗发水，甚至还有数据线。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需求被激发了。淘宝闪购不再只是一个解决午饭晚饭问题的工具，它正在变成一个生活百宝箱。更难得的是，订单量暴涨，送货速度居然没掉链子，准时率还稳稳地保持在97%，这就厉害了，相当于一辆赛车在疯狂加速的同时，还能稳稳地跑在赛道上，没漂移，没打滑，这给后面的爆发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然后就是6月底的6000万单，这时候零售大军，也就是那些超市、便利店、水果店开始全面发力了。零售订单的增长速度像坐了火箭一样，直接翻了1倍还多。你看，履约能力这个词听着有点专业，说白了就是能不能准时、靠谱的把东西送到你手上。这恰恰是即时零售的核心竞争力。从97%到96%的准时率，你别小看这1%的细微变化，这可是在订单量翻了好几倍的情况下维持住的。这背后是多么庞大和智能的配送网络在支撑。这种稳如泰山的表现，就像给了所有线下小老板们一颗定心丸，让他们敢于把自己的小店搬到线上去。再往后，7月份的8000万单更是迎来了一个里程碑。淘宝闪购的日活跃用户，也就是每天打开用它的人，正式突破了2亿。同时，非餐饮的订单也突破了1300万单。这2组数据放在一起看，简直就是王炸。2亿用户是什么概念？这说明它已经成了一个国民级的应用。而那1300万单的非餐饮订单，则意味着它不再是餐饮的配角，而是真正成长为了一个能和餐饮并驾齐驱的重要支柱。你家楼下的超市、街角的便利店，甚至是药店，都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新的春天。故事到这里还没完，仅仅1周后，订单量再次突破8000万，而且非餐品类的增长简直可以用炸裂来形容。1000多个品类订单翻倍，3000多家店铺，26万家门店的订单量翻倍。你看看这些增长的品类，粮油米面、家庭清洁、休闲食品，全都是咱们过日子离不开的东西。这说明淘宝闪购已经像水和电一样，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里。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中小商家的崛起，
卖生鲜的小老板订单增长了238%，卖水果的小摊主增长了344%，卖酒水的小店更是暴涨了532%。平台上线以来，新来的24万商家，绝大部分都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小老板，他们的收入实实在在的翻了一番，这才是真正的普惠。它不只是让大品牌锦上添花，更是让那些支撑着我们国民经济的无数小店也能分享到时代的红利。最后就是这次的9000万单，还是在全国大范围强降雨的极端天气下完成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了，它像一次大考，检验了整个平台的韧性。风雨再大，想吃的东西，想买的日用品，依然能准时送到家门口。这背后是无数骑手在风雨中穿梭的身影，是整个供应链和配送网络强大的抗压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我们消费者对这个平台的依赖和信任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咱们不妨想象几个画面，在济南有一家叫桥下把子肉的特色小吃店，本来一天也就卖个150-160单，现在每天都能卖出300多单，老板乐得合不拢嘴，营业额从不到1万块涨到了快2万。在南京有家叫七家湾牛肉锅贴的店，夏天本来是淡季，没人愿意顶着大太阳去店里吃热乎乎的锅贴，可现在靠着外卖，生意反而比以前更火了。在上海，一家叫果神果切的水果店，老板说光7月份1个月就多挣了3万块。还有一个叫 OYH 的小型美妆店，老板说5月份以来到手的收入涨了1半还多。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远比冰冷的数字更有温度，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平台真正的价值是能让多少人的生意更好做，让多少人的生活更便利。所以你看，把这些数据串起来，淘宝闪购的进化路径就特别清晰了。它已经从一个最初的外卖补充工具，进化成了一个覆盖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它的订单结构从吃饭为主，变成了吃穿用度无所不包的全能选手。它的履约能力从追求高标准，变成了在各种挑战下都能保持稳定的强大韧性。它的生态从最初点燃大家的消费热情，变成了一个能让用户、商家和平台三方共赢、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它的影响力也从几个大城市渗透到了更广阔的中西部地区，让各地的特色小吃、区域品牌都有了走向全国的机会。当然，我也得保持理性，在为这些成绩较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平台不能只追求规模和数字。我很高兴地看到，淘宝闪购在公布战报的时候，总会特意强调中小商家的收入增长了多少，这说明他们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就像那位南京锅贴店老板说的，外卖让夏天的生意变好了，这才是平台存在的根本意义，是数据增长背后最温暖的注脚。从1000万到9000万，这背后是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和韧性，也是无数普通人通过平台改变自己生活的缩影。接下来，淘宝闪购肯定还会面临新的挑战，比如我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不仅要送得快，还要东西好，服务好。再比如，行业里的竞争只会越来越卷，如何在激烈的战斗中保持自己的优势，这些都是他需要不断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我更期待的是，在未来的数字背后，能有更多像济南桥下把子肉和果实果切精品水果店这样红火的故事，因为这才是真正衡量一个平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